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我们今天的课题，诉讼可视化，它是一种逻辑性、体系性、表现力都非常强的一种说服方式。这个案子的 KPI 是40分。哇，多少啊？其实我觉得今天黄凯进步还挺大的，人绿笑了，看到我都对打鸡血了，你知道吗？自己整理，自己成文，自己脱稿。准备收邮件了，完了，要发邮件了，全是20。哇哦，拿到入场券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胡明浩还是有点失落哈，他也掉出前3了。你可能一开始定的目标也不是100吧？对。你是不是也想把自己定在150的？但是现在第7个课题了，还只有一半多一点。然后我还是觉得你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可以慢慢来。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5季。欢迎我们加油团的老朋友们，欢迎各位！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无糖口香糖行业赞助播出 ，offer 令人心动，英式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式派赞助播出。今天真的校园学生气，对不对？对，元气满满。同龄人。差不多，你今年大1对不对？大2，你今年大2了，他大3吧，不能再多了。我的弹性，你看，我可以同龄人，也是同龄人。小明哥大4了，他是教授。没想到金靖这一期还能来录制，因为洛绿上一期走，我们以为是前后脚的航班，怎么一到我又跑偏了呢？上一周呢，实习生们是完成了课题7诉讼可视化的考核，朱臭莹是第一个拿到了100点 KPI 值，顺利的获得了迎娶 offer 的资格。当然，我们加油团呢5站的充能之路已经全部亮起。那今天实习生们将进入到课题8的考核，据说这一次考核的关键叫与时间赛跑。就我听到这5个字，我全身就是紧张起来，肾上腺素已经开始狂飙，又是一场高压之战。那有人是保质保量的高效输出，但是听说有人问题频出啊，谁呀？到底什么情况？来，一起来看第一段 VCR。来吧。秦连2兄弟又是最先到时。Hello， 咋样，雅琪？就你一个人啊？耗子在那边。去吃早餐吧，给你带着。
谢谢，鸡蛋和这个谢谢。不用谢，这是言语的。没有人啊，他们在那吃饭。Hello， 好不好？看我的早餐，唐扬鸡块。我都吃完了，我还没有吃完呢，感觉今天既然是个硬战，肯定要好好吃饭。是个硬战。对对。人类看上去特别温柔，但私底下其实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人绿，怎么讲？为什么？因为他让我们早点休息啊。哦，你觉得今天人类发课题是吗？是啊，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早来呢？反正今天发课题的人，可能会发一个很难的课题。都来了哈，那个是这样，明天呢，咱们早上可能会稍微早点来，因为明天可能，一天的任务会比较重，晚上你们也尽量早点休息。让他们提前把觉睡好，这是要干嘛？是有一种熬夜的预感吗？ Hello， 早上好啊。 Hello， 早。早，明浩。任瑞早。早。热泪。谢阳、黄凯，咱们准备那个小会议室集合。好的。小会议室是第一会议室啊。好的。人类每次干啥之前要先走2圈，是个热身吧，可能。 材料好多，看那个材料那一摞，然后再加上和时间赛跑，我都要绝望。关关难过关关过。大家早上好啊！早上好。那昨天呢，开学第一天算是热热身，然后呢，我今天呢，带大家做点飞速的业务，体验一下。 资本市场律师的这个日常生活。第一个就是 IPO 项目里的这个突发事件的处理。我们呢目前正在担任一家股份公司的在创业板块发行上市的这个专项律师。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呢，发行人已经确定2023年3月31日为申报基准日。 按照原定计划，发行人准备在9月的第2周向交易所申报 IPO 材料。然而，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就在前几天啊，发行人收到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啊，可能会因为一个环保的问题啊，大概率会收到这个60万人民币的罚款。那么，同学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准备一份分析文件，判断。 刚才说的那个行政处罚是否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梳理还需要取得的材料以及履行核查程序的方案，并预先整理有关事件的这种披露口径以及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所以呢，同学们需要在今天晚上7点钟之前，7点钟之前完成刚才说的第一项任务里头的法律分析文件。 并且同时发给内核组律师，抄送给我。我已经约了内核组律师明天早上9点钟，来所里头跟大家见面啊，当面沟通这个刚才那个事项。第2个项目是一个并购尽调项目。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 A 集团，然后 B 公司呢是与 A 集团的属于同行业的公司。 近期呢，我们这个客户了解到 B 公司的股东有意出售该公司的控股权，我们的客户也准备去参与报价。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些啊，大概有几千份文件，主要分3类的资质：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房产证。哇！大家需要将这些信息录入到
这个给定的格式里面，还要录入。我们将对你们今天晚上7点钟提交的文件进行一个核对，任何的数字、字母、文字，包括格式的错误，都会被识别出来。这真的就是飞速很多业务里面常见的类型。我们有一个错误率的上限，5/1000。这个真的很挑战心态。第一个项目的 KPI 呢是15分，第二个项目呢 KPI 是10分。本次课题的考核的形式为团队战。咋分组啊？4个人一组，同时完成2个项目。哦。好，那我们现在来分组啊。抽签还是 AI 啊？有 AI 吗？组长选人。我们按这个 KPI 的由低到高的顺序，把这个名字填到这些空格里面。目前 KPI 最低的呢是我们黄凯同学，有请，先上来选。此刻并不是很开心得到这个第一，好像那选哪个其实都一样。我觉得他松弛了很多，对，心情好了很多。再下来呢是汪雨桐和肖阳，你们2个是平分，你们猜丁壳吧。天哪，肖阳，要不你先？也可以。肖阳肯定跟我雨桐要在一起吧？哎呦，期待的眼神。他们2个的人格特质很 match， 然后在一起合作效率很高。他好像老是干这种事儿，就一组人多，他就去另外一组。下面2位呢是胡明浩和许文婷。那就石头剪刀布呗。是赢的先选，输的先选。输的先选。来，石头剪刀布。他会去看不懂哎。他会去黄凯那边吗？合作了很多次，也许会想试试不一样的组合。哦，这个分组就有意思了。然后下2位是言语和雅琪。言语应该跟胡明浩在一起吧？对他俩总搭档。是赢的先选，输的先选。赢的先选，赢的先选。怎么回事？我猜还是会选胡明浩，他们这个默契不是语言上的那种。别出乎我们意料啊！那看来你雅琪和那个 Kimberly 只能选第1组了。行啊，那你们就开始回去准备，然后把这些资料搬回去。哎，我们要不就我们放到这儿讨论呢？那我们去另一个会议室吧。怎么这么多？第2个就是比细心，就是比准确率。对，我觉得你应该很细心。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我觉得你挺细心的，主要是第1个我还没有搞太懂。第1个会比较难。戳爷，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可以做输入，因为我写东西不好，所以可能写的比较慢。好的，你有什么想？我没有接触过。我觉得你的法律搜索能力挺强的。那我可以先做课题1啊，项目1。雨桐真的挺身而出。雅琪，那我要不就弄课题1？其实它对我来说也挺难的哦。好。总共有8个文件夹。好离谱，这个是有点离谱。妈呀，这个感觉好复杂。天哪，真的好离谱，几千份，这么多。我觉得我们应该保一个，第2个项目一定不会错。对，我觉得第2个是，因为第1个我觉得靠我的法律功底不一定行，跟他们对抗，就是所以第2个我们一定要保。8份其实我们可以1人录2盒，但是我们还有第1个项目呀，反正我们保一个。Kimberly， 听到。人律老是走来走去哈。人律，我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有没有一些软件可以让我们快速的核查我们的资料正确不？我觉得应该是有些 AI 可以帮我输入这些的，但是我没学过。其实是这样的，理论上来讲，律师的主要工作，就做这方面工作的主要原因吧，这么说，就是需要由律师人工核对一遍，这个资料的准确性。核对是一定要的，所以如果全依赖 AI 呢，客户为什么请你呢？监管为什么提这个要求呢？我觉得咱们用那个拍照文字提取。但是那个很容易出错，那个万一错了就不行，还是得靠人。对，还肯定得校对一下。对。而且他如果手写的话，你的意思是先用那个提取，然后我们校对，一个一个校对。也可以。对，这个靠谱。这比较高效，会好很多。我们做一起，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分工上？对。大家有没有比较偏向的题目？我觉得我对技术比较熟，我可以做第2个。做第2个吗？对，因为我平时就经常搞这些。言语，你想不想做第1个？你可以，我都可以啊。看你先选。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个人会觉得，就是毕竟是有经验，因为我只是校对过法律分析一件书，也可以，我没有真的写过。那所以我会觉得，那 OK， 经验方面来讲，那我做第1个。但我觉得其实我们法律分析有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搜着卡住了，搜不到 research 的时候，可以我们一起 research，就是换一下脑子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调换一下组。对。所以文婷是要做第2项目了，是吗？我听你这意思。我觉得就是男女搭配就是会。我觉得就是经验，你们俩分别有第1个和第2个经验。OK。好，谢谢大家。很会找理由，硬凹了一个。但他们4个的能力，我觉得处理第1个都是可以的。王毅有资本市场的经验，对他很多实务经验。肖阳也有。那我现在就开始查一些东西。那我在手机上下一个 app。不用下这 app， 微信就可以。微信。就是目前我想法是就是你如果把微信图片发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发到文件投入手里，打开以后就可以复制。明白了，你是这个盒子。对。我真的看着就头大，这几个盒子拍照都得拍多久啊？然后到时候手机相册里面8000张图片，4000张是这个文件。这个我拍好了。好，你把它导出，然后我就开始叫现在。给我形成一个节奏，就是翻拍。对，我也是这么想。我正在给自己打拍子。我可以给你开个节拍器。还有节拍器，我笑死了。谢谢。等会儿我跟不上。你这么搞笑吗？翻拍。等。我不要，好尴尬。来，等一下，到哪儿了？我先看一眼。71我拍了。不干扰你们，
你检查一下这2张有没有出错。71，你的节拍器为什么这么好笑？红名号软件挺多的呀，怎么还会有节拍器？你在做一些事半功倍的东西。啥？这个东西就事半功倍，超有用。哎，科技改变生活呀！我刚刚想起来，那打印机有扫描功能啊，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它只能一张一张扫描，还可以一块扫描，它能一块扫描。可以一块扫描，你放那儿，然后歘进去那样扫。那我就不用拍照了呀，有研究一句。漂亮，打印机可以扫描，太棒了，这样比拍照要快。我刚刚找到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办法，还可以计数。咱们 PSAI 竟然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对。OK， 我有想跟你说的，我们讨论一下。首先，我们的整个流程是用打印机识文，然后就是 copy paste， 就是复制粘贴。好，快速形成了一个规则的细化，加上我们个人的初次校对，但是出校之后，我们交叉校对对方的名码。然后有2个注意点，我想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表格上的数据和纸上的比不要和照片上的。OK。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要乱序，然后就核对完以后放进去。OK。我先把没扫的全拿过去扫了。好。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是，又能在模拟法庭那样巴拉巴拉去辩护，然后又能把这种案头工作做，我真好佩服他们啊。他们在扫描文件，然后想要把文件全部变成 PDF， 然后从 PDF 里面直接抄数字过去，觉得好慢啊。他们怎么做呢？我觉得这些数字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录啊？如果自己手录的话，我觉得会出错。手录肯定会出错，而且慢。有那个扫描。我觉得这很快，比你输快。拿那个照片可以直接识别。你过来看一下。对的 ，APP 有啊。然后呢？复制到微信里，然后你把微信再……其实我觉得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你可以试一下。要不这个数字可以用。其实我个人平常会做就是4个字母画一下，4个字母画一下，然后这样输入。如果他看每个人那个，哎，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没关系。自己输入吧，反正不错就好。雨桐是在做第一个吗？对，在做 IPO 吗？跟黄凯是做第一个项目。哦。我去那边充电哈。这里我拿了充电接线板。啊，没事，我到那边理个思路。我也先过去一下，有什么事情叫我。好的，好的。其实人还挺矛盾的哦，就是你看他们一边又觉得这种 dirty work 就不想干，但是呢，大家又会主动去选这种不用动脑子的活。是啊，是吧？另一边可是一个 IPO 哦，一个 IPO， 专业性极强。怎么啦？他们2个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不是，我看你们都选了第一组，如果我再选第一组的话，后面人就没什么选择的空间和余地了。我记住你，我再也不会跟你说话了。你身上伤害了我，我再也不会跟你说话了。就这样吧，我跟你说，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反正你不用再解释了，就是。
咱们友谊到此结束。加油！我现在非常懵。加油！没事，你下一顿饭是你请了，不可能是我请的。听不见。哎，刚刚说再不会跟你说话了，怎么就要约了一顿饭了呢？雨桐，不是这个叫撒娇，陈明老师。哎，王凯、雨桐，我们一起吃饭啊。好。那这个饭。我觉得通过这2轮来看，已经是有亮点让我们看见了，是可以考虑慢慢往前再进一步的。那雨桐真的很棒，这就压力有点大。我们组也开饭了，咱们吃啥？我们吃的是流利的家乡菜。张鸡是吗？没有，安徽菜臭鳜鱼。哦。大家觉得这个课题怎么样？有信心吗？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信心，尤其是法律分析这个方面。一如既往的没有信心。你看雨桐，你刚才一讲之后，军心大乱啊！然后大家组里人家都是对于你寄予厚望，然后一上来你就说，然后就说，哎呀，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信心。你让剩下3位情何以堪？对不起大家，那我有信心一点。必须要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哎呀，你课题完了，你想找活，你跟我说呀。龙宇不在，我有海量的活需要做，就这么定了。人已经有人在商量课题做完了哟，这个氛围差的有点大哦。录了多少了？那个人力问你们录了多少了？都是机密是吧？全力努力，我吃完了，我先过去了。你们先去，你们要是弄好了就可以直接先去。全真的希望了。还有时间，是吧？嗯，好，没事。你先去弄，你先去弄，我们来弄。就这一趴里面，刚才我们金靖非常感兴趣、非常关注的 IPO 突发事件处理，另外还有一个并购项目尽调资料的审阅，这2件事情也请金靖同学来复述一下。IPO 指的就是 IPO 不是 OPI， 那是 POI。IPO 就是对吧？一个突发的一个很紧急的。来，小何同学给个表达。是这样，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IPO 嘛，就是说，因为人律也说了，它是一个飞速案件，飞速里面很大一部分业务呢，就是帮助这些资质好的或者说有潜力的公司上市。相当于就是在做这个准备过程，那么这个准备过程是会很长的，它需要就是达到证监会和交易所对于企业各个方面的审核的要求，最后才能够通过。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这个环境所引发的行政处罚就是很常见的一类问题。它的影响呢是在于上市的话呢是要求上市公司是不能有这种重大违法违规的处罚的。对，所以他们接下来其实要论证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可能不是重大违法违规的，所以他们就要从法律层面分析它为什么不是重大的违法违规。那还有这个尽调资料审阅，好像这个我看起来又简单又枯燥，但是又很考验人，就是输入资料，是这意思吗？是的，简单来讲，其实就是输入资料，因为像康刚他收集的这些资料里面，包括这个营业执照，然后房地产的这个证明，它都能够体现出它本身的经营资质，它的一个资产、不动产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基础的工作其实就是把这些公司给到我们的书面的材料，然后最后整理成一个电子档，然后我们要完整的把它给输入正确了之后，后面要依据这些东西需要呈现给交易所的，所以这个过程的话要非常的细致。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经常被我们称为一些 dirty work， 所以干起来会对大家会有点这种心态上的考验，枯燥、体力，看起来不用动脑筋，但是万一出错率到超过5%，那这个时候你的工作也会。对啊，一旦出错，比如说有一个专利，对吧？它对这个创业型的公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你把这个专利号给输错了，然后最后你在披露的时候，这个东西大家专利根本找不到，有些可能投资者会认为说啊，那你这个专利是不是有问题？那这样就很严重了。所以刚才小侯同学提到了 dirty work， 我们在刚刚入行或者在自己行业当中有没有就是初入职的时候的一些 dirty work 的回忆啊？脏活累活。我先说一个好了，你看刚才说到的时候，我就想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央视实习5套，那个是奥运会，我们就在奥运频道，就体育频道实习，实习生嘛，大3大4刚去的，从来都是从最苦的活开始干起。我们当时在干什么呢？就在做监听监看。我所在的那个是当时的 NBA 的赛事直播转播组，所以呢，一个转播流程大概有20来个人，然后我的工作刚刚来，初入职实习生，面前有一个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小屏幕，然后我就蜷缩在那个直播间的角落里，就盯着那个屏幕，就这么大，它来的是美国的原始信号，然后呢，到央视5套的播出中间有20秒的延时。我这个工作，你说它跟这个好像没什么要求，但我有个至关重要的事情是，我要看里面每一帧画面有没有不能播的内容。因为那些球场经常会划过里面的观众席，观众席有时候站起来举一个标语，举一个旗帜，那我就要第一时间大声的叫导播，出现了一个镜头，是什么什么内容，只有20秒，导播看到之后就要把准备好的一些替代画面，把那个画面覆盖掉，然后等那个画面结束过。但是那个屏幕巨小，看不清楚。我现在都记得，我都贴在上面。有太大吗？它没有，它就是一个巨大的柜子。原来您的眼镜就是这样戴上的。然后一场比赛接近3个小时，我是很爱篮球的人，但你带着这种目的性在开始看的时候，一会儿就困了。是的，又压力又大，因为一旦播出事故，那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对，说每个画面都不能错过，每个有疑惑的马上叫导播，然后跟导播分享，而且只有20秒，错过了就没有人帮忙。我觉得这算是 dirty work 吗？算的。说到电视台，我又想起那个我们那个节目辩论节目的制片人他原来他是如何从实习生在台里一鸣惊人。穆迪就是他也是那个时候负责某一档节目的实习生，他订盒饭，然后呢，他那档节目全部都是老的艺术家。那老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一些习惯什么的，然后呢，他就在不断给他们订盒饭的过程当中，知道了大家都分别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然后后来呢，他就摸了大概几天之后知道了，就给每一位那个老艺术家就自己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盒饭，说啊，那个老师知道您平时不喜欢吃太油的，所以已经把这个肉啊什么都去掉了。啊，老师知道您比较喜欢吃那个虾仁，今天又给您打了份虾仁。就这么干了1周之后，他这个项目就结束了。结果他不见了之后，所有的老艺术家都在问那个小女孩呢，吃不下饭了然后领导才知道他，然后他就一步一步走到。好聪明啊！所以说最基础的工作你也可以展现到自己。
有的时候可能实习生会觉得说，哎呀，这样一个琐碎的工作，没有说展现到自己的才能，而是把精力跟时间都耗在一些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看起来会觉得，哎呀，那比我可能年纪更轻的小朋友也都能做的事情，为什么都要让我做？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它是会对你以后的一些发展奠定一个很结实的基础。是的，对。很多时候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你刚进律所的话，那你有能力单独做一个任务吗？没有，对吧？那你只能先从这些所谓的dirty work开始干。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与其去过多的去抱怨外部的一个给你的任务，你不如看看你这个 dirty work， 如果你能做出花，而且能让那个代教律师能发现你其实有处理更高级问题的能力，其实你就能摆脱这个阶段到新的阶段。是的，找到意义感。找到那种成长的小细节，就是所有的这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是这样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再不幸，或者说哪怕你实在找不到意义，心性的磨练、自我的成长、坚韧的延展，这也是意义。而且要记住，职场上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很多双眼睛，超出你想象的眼睛，在默默的关注。好，那么刚才其实是小小的一段了。在了解完了这个 dirty work， 还有我们不同的行业的这种枯燥的重复性工作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在他们是如何应对这样枯燥、重复但要跟时间赛跑的挑战。一起来看第二段 VCR。哎，没思路啊！哎，你每天都跟打了鸡血似的，是怎么保持这种状态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试试它吧。炫迈薄荷味口香糖，哇，真的有很浓的薄荷味，嘴里冰冰凉凉的，好清爽，感觉自己瞬间来劲儿了。对，炫迈的味道可是很持久的哦，让你根本停不下来。那我可要试一试了。那我先出去拿个文件。好。怎么样，炫迈还有味道吧？那还用说，我现在根本停不下来。我们去那个第一会室开个小会。哦。这些是要干嘛呀？这些材料，还有啥？这么多文件。对，这是什么？不知道。还有啊，什么？放哪儿？就放边上吧。这什么呀？不知道，害怕吗？害怕。小状况，正常。看啊，又一堆文件，又来事儿了。接连不断的来啊！哎呦，这声音，听得我心脏都抖起来了，我就。哎，是不是成为律师之后，每天回家看那么多？小何。要啊。就是你相当于这些东西，我们会把它叫做底稿。你最后呈现的文件是一份数据了。然后我说，我觉得你们这块的话，可能我还有点疑问，你把相关的底稿搬出来，可能就这么一箱文件。申报前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事儿赶事儿。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每次这个项目申报前啊，都习惯要把这个所有文件重新对一遍、核一遍啊。刚才我简单看了一下我们比较重要的文件，这个律师工作报告和。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说明啊，还有一个招股书的历史沿革章节啊，我这随便一看就看出了几个小问题，当然不是大问题啊，就是什么笔误啊、标点啊、重复引用啊，然后可能跟底稿，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历史沿革部分的底稿啊，可能有一些这个文件名称啊，然后文件的这个披露的数据啊，可能跟底稿就不匹配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帮忙，因为也是比较着急啊，希望在7点之前。所以就加了一个任务是吗？新增任务3，帮忙核对一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看啊，就是关于在2010年7月份这个股权转让底稿资料呢，应该是文件名称是。出资转让协议，但是这里写成了股权转让协议，就大概是这个。就是不仅仅是这个报告的名称，有可能是别的地方有错，甚至有可能是标点符号。哎呦，欲言又止。但是我想问有新的 KPI 吗？哎，问得好，确实啊，对，确实大家比较辛苦啊，所以这个新加的事儿呢，给大家加了10个点的 KPI。那有 KPI 还行。
规则呢，我们给定了今天晚上7点的截止时间啊，在这个之前随时可以交给我，只要在7点之前可以重复提交，把修订版交给我就行了啊，开修订模式，好吧？好，我一会儿马上把这个文件发给大家啊。好嘞。大家继续，然后把这个文件分一分啊。好的，谢谢任律。突发情况，这个课题是核对照顾书。今天这工作对他们压力真的挺大的，主要是时间上的压力。所以其实相当于各组自己选，可以火力全开，3个都弄，但是如果都达不了标就有损失。你也可以主攻2个，放掉1个，把那2个 KPI 稳稳拿到，对不对？战略安排哈，排兵布局，这也有点像田忌赛嘛。我觉得我们的策略会比较重要。对，我们先保一个。Kimberly 他只能做那个。好，我继续搞这个。你继续，应该可以的，我这边。OK。我觉得法律分析我们很难赢过他们，然后先把这个拿到。就是先做这个。要不你来写一下那个，然后我们2个负责看这些材料。行。天哪，我怎么突然又任务重大了起来？我感觉这就像我们来找茬。对，就是那个意思。我们2个先讨论一下这个到底要怎么搞吧。我先去了，家人们。好，好，好。雨桐真的是背负了全组的希望。完了，我觉得雨桐心里。我们先整体看一下吧。我们就看这个材料的时候，然后去里面找到那个它的相应的部分。是，你觉得可以也行，可以试一下，至少先有一个头绪。焦头烂额，觉得要不先就不看材料，直接找标点是吗？对啊，他的那些书写错误啥的，那些大点的东西，你看这个也不应该是句号吗？是02/04月。你说我们这个只有10个 KPI， 但是雨桐的那个有15个 KPI， 我们这样分配会不会有点不合适？如果按照 KPI 的数量来算的话，我们应该这个只有10分，但花了2个人的时间，相当于。要不我先和他去写完那个。我不知道，你问一下雨桐他怎么想的，要不？咱们现在策略上发生了一些摇摆，雨桐1个点15个 KPI，2个人10个 KPI。你这里需不需要安排？就我们来帮你，或者说啥？我觉得暂时不用，暂时不用是吧？就是你这里 OK 是吧？那我们暂时是 OK 的，如果不行，我及时求助你们。行。Kimberly，你觉得这个要不要核查？我先把它做完，你们就先安心把这个做好。你这个现在还差多少？我现在第一箱差不多了，第2箱和第3箱。刚才你这个第1箱花了多长时间？从3点钟到现在1个半小时，我感觉来不及了。我也觉得，但是还是要做。我继续搞这个，继续搞那个。所以你们俩继续做这个。我的意思是，你这个2箱你搞不完，现在已经4点半了。我知道。5点半、6点半，我来搞1箱。好，你的第3，对，我搞第3。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对，不然真的有点来不及。好在问了一下。雅琪等于做了会儿任务2，做了会儿任务3，现在又回来做任务2了。你看那个材料看出来的东西多吗？不多。如果你实在找不出来的话，你来录入，我来去找也行。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好，那我们俩换吧，他们2个就专注搞那个，我们2个启动的感觉。来回换工作。我们来找茬。这个东西真的是焦头烂额。要不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这个到7点的时候肯定是做得完的，最多就是校对的问题。我们俩这边可以有1个人正在搞，就不一定非得说1个人从头负责到尾。现在有人过来吗？还是我过来？好，让他们随时激动，随时调整。这些文件搬过来了。好，我一会儿回来。没事，不用急，你可以多看一会儿。我现在已经熟练了。笑死！我的宗旨就是把这些不用动脑子的活儿都干了，你们可以放心动脑子。我是觉得它这些文件，我来看的截止的时间，目前都是2023年10月、11月，然后你就从03年11月后面的先看起来。我主要看的是什么？我主要看的是这些数对不对，是吗？对，跟工商底稿交叉核对。真的是个技术活。对，然后这个事是不是由3个人干更好？每人手里拿1份文件，然后对底稿。 3份文件可以同时看一下，就是1份工商登记材料看3份。好，对。Amazing。
好的，我尝试一下。天哪！黄凯给胡明浩带了咖啡，室友之情。我们没有吗？有2杯，让他选择分给你们，所以。给我2杯是考验我情商，给你2杯。绅士风度，笑死。其实我们倒一下也可以。没事，我不用，我有了。你搞什么？这个水手账就是。啊，你们写的怎么样了？你写完了吗？我觉得做不完了。咱俩好像做的是一样的。嗯，就我们2个吗？你们组还有别人吗？没了。我们组也没有。好，直接咱俩 PK 了，我真的服了。但我觉得我可能 PK 不过你。我毫无头绪。我跟你说，我现在严重怀疑，等回来我们俩一起交了之后，然后任律说，向阳写的比较好，然后你就看出你这个人的虚伪。学霸都是虚，就是考试之前都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然后考出来就100分。他就是想说这句话吧？就好多学霸真的喜欢干这一套。对，学霸最喜欢说啊都不会，都没复习。我最后一道大题一点都没做，然后是第1名。我写到这了，你看一下，大概思路。好的。我分析了一下，其实这2次行政处罚都不属于情节严重，这是我的分析结果。哇。然后我罚款的原因是基于这个未规定排污口排放。哦，我懂了，排污口。然后呢？才罚10万刚好嘛，所以也是不是严重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这里是，反正就后面2条。对，它的依据的法律依据不一样，所以情节也不太一样。厉害。然后接下来我该写的部分是核查部分。是这样的，你目前只根据处罚书，然后以及任律师发给我们这些说明来判断这个是不是重大违法，其实是不够的。因为首先我们没有确认它有没有污染环境，没有确认它有没有人员伤亡以及社会恶劣影响。马上来，你一定要通过你自己看到的一些材料，或者是你耳朵听到的一些话，然后有一个就是你心里的确信，这个就是核查的目的。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对。先等一下，那个很复杂，我就问你个很简单的问题。好。它这个叫技术研究中心，是不是01年的时候？对。它这个没加北京，后面有好多这种，我们能不能直接查找替换？啊，你可以这样，替换吧。不，在这里把它的全文写上，然后以下简称就可以。有道理啊，有道理。经验啊。你找一下这篇文章，这可以下来仔细看。他讲的非常全面，连具体的核查方式和途径都讲了，还有关于不构成重大环境违法行为的分析思路。前2天那个环境处罚法出了个新法，你们看，就7月份。是哪个环境处罚法？我把它发给你。好呀。哇，这组我觉得相当厉害啊！我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材料，关于针对 IPO 申报期。有没有关系？不好意思啊，也没毛病。因为这个消息太好了。把门关了。把门关了。你要笑死我了。有一点胆怯，救命常常挂在嘴。对，它的依据的法律依据不一样，所以情形也不太一样。厉害。那边是如火如荼，这边孤军奋战。哎，雨桐压力好大。这一次却选择勇敢，一点点学会，慢慢的更靠近未来，那种收藏着的勇气，勇敢出发。很稳啊，他总是能给人惊喜。伴着风雨，一切都是未知惊喜，一步
已提交，他在肖阳前面提交了。已经6点了，不行了，先发一次吧。大不了被打回来没再改，反正要继续改的。1个小时的时间，你那里弄得完吗？可以。黄凯，你那边好了，跟我说一下，我这边还没做完。你这里还有多少？哎呦，还有这么多！黄凯，我来扫描，你来搞后面的可以。天哪，这还真的不少。你还差多少？我这里搞完了。第2完了，然后我们现在要第3的。好，现在发给你，发过去了。还半个小时。那我们核对那个。对啊，我能找出一个错误是一个错误。行，你们可以核对另外2个。这现在到了加速时间了。哇，还真有一个错呢。70。可以。我的天哪！啊，真的假的？天哪！天哪！我核你的房产证哈。好，核我的房产证。除了会涉及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和律师工作报告，就会开始涉及招股书披露了。还有17分钟，加油！说着想拿第1，拿了个第2，手忙脚乱。啊！我发现一个，少了一张，我加到你这儿哈。你加。我实了，说有点时间发邮件。好，那我们现在整合一下吧。等一下，我更新一下。最后几分钟了，要准备发文件了。我这边3个文件都发给你了，贴上去就可以。那我发了。没办法了，只能盖这么多了。还好这次比那个魔法那次提前了30秒了。确实有进步了。救命！我感觉这个课题好难呀，时间太紧了。我水都不敢喝了。我也是，我水也没有喝。我肩膀痛死了。我也是，我脖子好疼。哦，我也是。我可以帮你们按，专业。有点大力。就是力气很大是吗？啊，是哦，它是康复医学。好专业的手法。雅琪，你坐我前面，我也帮你试一下。笑死！等雨桐来，我来给他按。对。这个力量够不够？我觉得可以。哦。终于交了。时间太紧了，还好我们配合默契。对，还有浪琴表帮我们随时掌握时间。你还别说，这款浪琴康卡西系列腕表，我上班都戴着，白色的表盘搭配正装很合适。确实，设计经典又是运动款，蓝色表盘这款，不论是上班、去户外还是朋友聚会，也都很合适。哎，真的不错哎。哎，对，明天上午拍汇报吗？对。那是做 PPT 啊。嗯。没事 ，PPT 可以我做，我今天没怎么动脑子，今天干了一天体力活。我也可以。没有别的急活会突然来找我们，你可以下班了。走。走吧。走吧，朋友们。刚刚我们看到8位繁忙，但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种手忙脚乱，基本上可以说有条不紊，有流程，按部就班的推进。我们对谁印象比较深？我刚才看着对雨桐印象蛮深的。我先来夸雨桐吧。 OK， 我觉得他有几个点，我觉得是特别就打动我的。第一点就是他们一开始其实4个人的状态是都觉得课题有难度，对吧？有点在处不敢去，他其实是自告奋勇，然后担起了一个团队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突破自己去挑战，而且他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思考的思路的。然后他最后做完了之后，其实还反过去帮其他的战友搞他们的课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是，既有担当又有能力，然后的话进步也很大，就非常的打动我。是的。就是我感觉他对他表现好的，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共同性，就是他查阅资料
然后给予他一个独立的研究的空间之后，梳理出一个东西呈现，他好像通常最后的成果都比较好。他比他自己已经超越很多了，但是这次他要超越的是肖阳，我心里还是觉得打鼓。对面还有王艺言语，他经验特别丰富，一直又帮许文婷又帮肖阳的，还找到了一个新法规，好像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才。对胡明浩他说的那个。你的小胡，我们家小胡永远都是哪里需要我扛我就哪里去的那种的，脏活累活都由我干。说自家侄儿的一个感觉。我们家小胡大哥的孩子小胡啊，他就是这个。对。而小明哥刚才说到了这个胡明浩的魅力，其实不仅是小明哥觉得微博网友们热议，我们已经播出的那几期弹幕上飘过来，就胡明浩的脸一出现，全都是get 到了胡明浩的魅力啊。然后当大家要开始，你看那边还在说手动输入啊等等的时候，这边的整个的新场景的打开也是胡明浩带来的。是啊，他进门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可以用手机扫描，这说明他在老师去传达这个任务的时候就已经在思考这个方式到底是应该什么样了。后来他想到打印机，还跑去看，他说我先去看一下。没错，开拓力、创新性、执行力，特别棒。我很好奇，各位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那种高效工作的小秘籍，或者看到身边人有那种高效工作、全情投入的那种过程？我原来也是特别拖延，因为我们以前好像就是暑假作业永远是最后一天，前几天都在玩。然后后来我前阵子也是学习到一个方法，就是有很多人很难做到下班之后或者有什么工作回去立刻做，但是有一个方法，你就不用想我现在要立刻做这件事情，就说我只做2分钟，就尝试这2分钟。然后我发现用了这个方法之后，你真的一旦进入那2分钟了，你就停不下来，你就觉得 OK， 我可以做到。哇，根本停不下来。对，但是你不要给自己设限，说 OK， 今天晚上这篇论文我就今天晚上写。这样很有压力的。对，反而不会开始哈。是的。我觉得能够集中起来的话，就是要给自己一个舒服的环境。比如说，可能你去图书馆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你戴耳机，然后听个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心情是比较轻松的，也是比较愉悦的，你可能就能沉浸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是。我的弟弟刚才分享完了，我发现我也是自我总结啊，我发现我比如说背台词。我分我身体的这个舒适度，什么时候我能背下来最多？当我完全平躺，就是躺平在床上的时候，在我躺平的时候，是我脑子最高效的时候。那你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一躺下就睡着了。我跟你说，我之前咱们不讲过吗？我背台词，就是大家看到我好像背得很快，其实并不快，我经常要背几个月。但我最好的地方是在哪里背呢？飞机上，那个时候手机用不了。对，是的。飞机上这几个时间看剧本、背剧本，是最好的。那我最后补充一个，我觉得在我的这个职场当中的高效就是做到不要事情累积，即刻做。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觉得你先要改一个东西，然后同时我要给陈明老师打电话，我给小明老师发一个东西，就可能有的人会写备忘录，我今天1、2、3，但我不。我今天比如陈淼，我就马上给你解释，我现在就做这事情，我永远不累积在我的备忘录上，我的备忘录上永远不能超过3行，就是我必须现在就做。是的，就是不要给自己什么空间，我再等一个，不要等，就是 right now 把它解决掉。我也是这样。所以事实证明，拖延症不是无药可救的，拖延症可以治。对啊，立刻治。是，刚才纯爷一说有一个立刻马上，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大家的这个是杨迪。他的工作习惯我见过的，就是在艺人当中极其高效。就我们生活中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或者聊到谁生活中的一个段子，他已经哈哈哈，大家都还在笑，手机已经掏出来了，迅速在备忘录上就记下来。他生活中所有搞笑的素材或者细节，马上他把关键词，而且他有分类很多文件夹，他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活中的搞笑事。谁谁谁的坏话，谁谁谁的好想看他手机啊！我们大家每次看杨迪就觉得他那么搞笑，他怎么有那说不完的故事跟大家分享？这全功夫点滴在平时。好了，那我们刚才已经看完了2段 VCR 之后，接下来即将进入到我们的第3段 VCR， 我们来看一下汇报的到底怎么样。就你一个来了呀？对。你昨天准备的怎么样？感觉？
还是挺混乱的感觉，然后就是没有做前几个案子那种有逻辑的感觉了。对，你是不是要怀疑一下自己适不适合做飞速？要不要考虑一下思思？我其实一直在考虑，真的在考虑。Hello， 刘律啊，刘律啊，刘律怎么坐这儿了？我来伪装一下实习生，你愿意我坐你对面吗？啊，那我立马给你 offer。哇，刘律是真的好喜欢大家啊！你真的很幽默。肖阳要给刘律 offer 了。行，那你们准备着吧。好的。侯明昊真的已经有一点律师的感觉了。哎，对了，我们一般要讲多长时间？没有说。请问一下，大家氛围都好了好多。这挺好。刘律问个小问题，就是大概这种内核汇报要多久比较合适？是这样，其实本身内核汇报我们不会设时间限制，总体上我们是希望压缩一点。压缩啊，那基本上就一组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再聊个20分钟，半个小时。好，谢谢刘律啊。一个组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这么长？我感觉我最多讲5分钟就结束了啊！我就打算念那个稿子，那个稿子大概能念10分钟，我感觉。那我30分钟差不多，再加上他们问问题的时间，我觉得一个人大概7分钟、6分钟展示时间差不多。可以可以。你们每个人都要说吗？你们不是都要汇报吗？你们不每个人都说？就不会就只有你吧？明天我可以讲那个法律风险，让你自己稍微。风险那部分就是第一部分，然后我讲需要准备什么这样子。然后你就从流程指引开始。好。哎，文婷啊，马上要汇报了，你分析准备怎么样了？挺好的呀，但是还差点东西。差点什么东西？当然是巧克力脑袋超喜欢的趣多多大块曲奇超大巧克力味豆，饼身还添加了可可粉，香脆浓郁，巨上头，给你。果然是趣多多顶配版的巧克力曲奇，让人快乐能量满满，一口状态满分。是吧？这可是职场打工人的必备曲奇呢。好的，又学到了一招。我们进去给他们发一下材料。好的。哦，老师。我简单介绍一下，这2位张荣胜律师、张涵律师是这个项目的内核组成员，负责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内核程序的把关。因为是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变更的一个事项，需要再跟我们内核去沟通，看看他们这个方案能不能得到内核老师的认可。1级内核。对，1级内核。对，我的天，1级内核。内核就是内部核查是吗？啊，对，就这个意思。因为你律所要对外出一个文件的话，我们需要有你自己写报告的人，也要有一个就是帮你审核这个报告的人，这样子我们可以做一个风险把控。就是公司内部。对的。哦。那么现在请你们这边把这2个问题向内核组老师进行汇报啊，谢谢。内核组老师上午好，那我们今天上午就针对重大违法行为跟您做一个分析报告的汇报。那首先由我的同事来跟您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对重大违法行为的分析。好，各位律师好，我们团队首先针对发行方受到环境行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简单的法律分析汇报，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相关案情的简单介绍，第2部分是行政处罚对 IPO 影响的初步法律分析意见，第3部分将展示核查的方案以及所需的材料。最后一个部分是我们团队在核查内容均属实的前提下事先准备的一个披露说明。我们首先从时间的维度对案件进行一个梳理。2023年8月29日，发行人收到市环保部门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除了被要求限制生产、采取整改措施之外，还拟被罚款60万元。此外
2021年12月26日，发行人因盛广排污受到行政处罚，被责令停产整改，以及因未通过规定排污口排放被处10万元罚款。在法律分析部分，我们团队首先分别从2021、2023这2次行政处罚的力度这个角度出发，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7号的相关条款，只要证明违法行为没有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就可以初步认定该行政处罚不是重大违法行为。在法律分析的第2步骤，我们团队检索了若干受到环保行政处罚并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案例，包括了3个成功案例，这个很关键，以及1个失败案例。通过对这4个案例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上市实践当中，除了证明该违法行为不具有情节严重的情形，没有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他们找了若干相似的案例，从分析的角度来讲，这些案例证明作用是比较强的。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似乎有权机关证明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也是成功上市的关键要件。因此，我们团队认为还需要建议发行人向有权机关取得非重大违法书面证明确信。然后，关于核查内容方案的设计这部分，将由我的同事来为大家进行讲解。2位老师好，我接下来会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具体的核查方案。其实这次我们核查方案主要有2个思路，第一个是把2021年这一次的行政处罚跟23年的行政处罚单独分开来看，另外一个就是确认一下23年这一次这个行政处罚是不是其实就来源于21年这一次行政处罚事故。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单独谈一下21年这一次行政处罚。第一步是想确认一下21年这一次实际的一个整改效果，发行人在21年这一次他具体的整改计划，确认一下这次的整改是不是真实的，跟环保部门去核验一下我主管部门报备的真实性，然后可能还要取得发行人在这一次事故之后有没有做出相应的这个内控制度文件，有没有更新这样一些内部的文件。然后此外我们可能还会想要进一步确认一下这一次行政处罚行为有没有真的被主管部门认定为是重大违法行为。在主管部门这一方，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去有一个这样的实地走访，然后跟相关业务部门再进一步的确认一下有没有社会的恶劣影响，然后可能也会走访一下当地的居民。另外就是可能我们想要去确认一下这个行政处罚是不是当年可能在就是行政主管部门的官网上有披露。我们想这一点可能会对公司发行之后的一些反应，股市的反应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想这步也同步确认一下。另外就是关于这个23年这一块的行政处罚，查验一下收到的2个行政处罚文件出它的真实性，希望公司这边可以聘请一个第三方的环保机构来对这一次的事故进行一个评估，是不是跟21年的有所关联。这一点其实也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第2个路径，就是确认一下其实23年跟21年的事件是不是其实是同一个事件。然后另外可能我们也自己会实地去再调查一下事故现场，去进行一个拍照，然后并且留存相关的证据，持续去跟进它后续的矫正、弥补或者赔偿等情况。以上就是核查这一块。一个非常的亮点，他提到了汇报完之后，我们要去现场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目前的现状是什么样。对于律师来讲，我们的宗旨是我们时刻跟客户站在一起，尤其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稳呢，一如既往的稳。他们这组我觉得配合的还挺好的。我们有一些简短的问题啊。好，1级内核来了。项目组认为2次处罚是否具有相关性？为什么？你先说。 2次处罚是否具有相关性，我们可能需要请一个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做出一个具体的专业的说明，所以这块也是我们在核查方案里提到的，希望就是公司这边可以再聘请一个第三方机构来确认一下这次事故跟上一次事故之间是否有专业上的一些联系。所以关于这一块，其实我们律师这边目前不能口说无凭，所以还是希望就是通过核查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OK。 他之前在汇报也提到了这一点，说呢，21年跟23年到底是不是一次，我们现在并不能确定。
这2次处罚，这个项目组认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具体的依据是什么？对于2021年的行政处罚，我们认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依据有：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83条第3款的规定，该2021年行政处罚不涉及责令停止关闭的情形，因此不属于情节严重。第二，市环保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可以说明发行人已经按照市环保部门的要求对厂区整个进行更新整改，向环保部门提交整改完成报告，并进行备案，并且经过环保部门持续监测，未再出现过类似问题。他们做的还挺详细的。第三，发行人环保内控制度健全，相关内控制度被有效执行。然后对于2023年的行政处罚，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83条第2款，发行人没有被责令停业关闭，不属于情节严重。所以项目组的逻辑就是，目前环保主管部门没有关停企业，所以他受到的处罚就不是重大违法行为，是这个逻辑吗？哎，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有没有法律法规上的明确规定，还是说是你的一个惯性认知，对吧？老师，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一点，就是我们的逻辑其实是政府部门它做出相应的处罚，首先是有法律依据的。那么根据相关这些法律依据，你达到情节严重的，可能会适用一些更严苛的一些处罚手段。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2个处罚过程中，然后政府部门对我们其实采用的都是一些比较稍微相对轻微的这样处罚手段。我们的逻辑是通过处罚手段来倒推我们有没有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这是我们的一个逻辑。那我们接着这个停产停业讲，项目组是否去关注到目前的限制生产的要求对于整个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它是否可能对于上市条件、上市的财务指标构成影响？根据这个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其实处罚书里也有说，希望我们在3日之内就尽量整改完毕。所以这边我们会跟发行人这边积极的沟通，让他们尽快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而且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断定，因为导致2023年罚款的原因是因为鱼手倒灌，并不是因为内部排污系统不完善的原因导致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生产经营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不会对上市造成阻碍。这个要有依据。从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来看，发行人因为降雨，所以废水泵坏了，然后导致了本次事故。你认为这不是发行人的原因？不是雨太大哟，好细啊，对方是雨太大加水泵坏了，朋友。流泪。我们的意思可能还是说，就是不是发行人的过错，但肯定是有发行人一部分的原因，要不然这次事故也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说过错这个词，还是想证明发行人这边主观恶性比较小，所以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对他的处罚也比较小，所以这一次可能也不构成这个重大违法行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逻辑。漂亮，言语的反应是真的快。他的发言很主动，还是有应急思辨的，有条不紊呢。OK， 好的，我没有进一步问题了。严格按照自己的逻辑走，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太厉害了。我现在又担心雨桐了。雨桐啊，加把劲儿。对，我来。老师吗？你坐前面去。我真的好担心雨桐，如果他一个人回答的话。老师好。老师好。好，谢谢。那我就现在可以开始了吧？你们这组开始。那我先就第一个行政处罚的问题进行一个汇报。我的法律意见书主要分为，第一个是基本事实，然后第二个是对于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初步分析，以及影响是否发行的结论。首先就基本事实向二位进行一个汇报，是在8月25日的时候，
发行人位于某市的医药生产基地收到了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在8月29号上午，发行人又收到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除了限制生产等措施外，拟对发行人罚款金额60万元。其实这个重点应该就是对于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初步分析。首先我的结论是不构成重大违法。他这个结论先行的这种态度还是挺好的。主要是根据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对于问题11的回复进行了一个法律分析。因为我也注意到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其实在2023年已经说是废止和失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现行有效的法律，所以我还是列了这个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它主要是说重大违法行为在认定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及它的一个豁免情况，以及豁免情况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我就此进行了一个事实的分析。第一个是针对它的豁免情况是否满足进行了一个分析，因为他说违法行为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影响恶劣等被处以罚款以上行政处罚的不适用上述情形。因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环境污染行为进行了认定。一一对比后，我认为发行人的违法行为并没有符合若干解释的内容，不可以认定为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第二点就是分析了是否属于豁免情况。首先，我在事实分析的第2点列明了该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第2点相关处罚依据未认定该行为属于情节严重。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83条。该条中规定，情节严重的，报请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责令停业关闭可能是情节严重的一个判断标准，但是该市环保局并未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发行人停业关闭，所以发行人的前述违法行为不可以属于情节严重。第3点是罚款数额处于罚款金额区间的中间水平。根据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所列法条，该条中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在这里有一个10万元以上和1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区间。但是，由于该市环保局对发行人的违法行为并没有按照最高金额100万进行一个处罚，证明我们不属于情节严重，是不属于重大违法。汪雨桐的报告做得还是不错的，逻辑清晰，抓到罚款金额这个点，能看得出来他的进步。第4点是发行人此次违法行为不存在主观故意。其实这一点并没有非常直观的法律依据，但是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个重点，因为在认定违法事实的时候，还是要考虑违法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本次事件的发生原因是一个不可抗力，因为8月连续天降大雨，然后污水管被雨水灌溉了，所以废水泵才超负荷运作，出现了一个故障。所以此次产生原因是具有偶发性的。我们的发行人并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主观故意，所以根据以上4点对事实行为的一个分析，我认为发行人此次违法行为并不符合重大违法行为，所以此次事件不会影响发行的情况。以上就是我的全部汇报，谢谢。他比邵阳清楚，而且他多一个罚金的点，他就是少了一个案例。对。咱们先一个事项一个事项的来啊。好。刚才咱们项目组对于这个事项是否对于上市构成影响，可能去进行了一个多方位的分析。那么，首先，我其实想问一下项目组啊，行政处罚这件事情和上市基本条件是怎么挂上钩的？因为就是在首发业务的若干问题解答中，它是有规定的，就是如果你在上市，那是一个已经废止的规则。有新版的吗？对，2023年它因为进行了一个注册制的改革，所以以前的很多的法律法规呢，它都废止了。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去找
首先，即使它没有废止，它仍然是一个级别非常低的规则。是有的，应该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那份文件，然后它就是规定，如果要是发行人在发行之前有行政处罚，并且是罚款以上的行政处罚的话，就是会影响上市。他在靠记忆。因为我对比了2份文件的内容，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仍然使用了这个对于问题11的回复。我觉得你这个大的方向你是有一个印象的，确实有一个比较高的上位法所规定的这个文件，但是呢，就是你可能对于这个细节稍微有一点偏差OK， 所以在刚才的咱们的讨论之后，我们下一步应该去做什么？我觉得应该首先是去核查这个废水泵的出现故障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就是证明到底是因为是那场大雨，还是说我们这个废水泵本来就有问题，进行一个核查。是这样吗？这不是你在问我，是我在问你。然后如果你告诉我，你会建议企业在咨询了专家的意见以后，留一台备用的废水泵，我可能会觉得更好一些。这是我刚才讲的容错空间的问题。他还是没有忍住，还是指导了一下，是吧？就大家很难对雨桐严厉。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证明的是我们容错率比较高吧。就因为如果要是证明了我们容错率很低的话，那就证明我们在环保方面有问题。在这个方面，我要去纠正你一个方向性的问题。第一，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协助客户更好地符合法律的全面的规定。我们第一要做的更多的是帮助他筛查整个机制，或者说更新整个机制。然后第二，才是我们现在要去证明的事项。那这种事项可能持续不断的发生。从证券法意义上来讲，不管是对证券市场，还是对广大的投资者，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构成我们工作做得不够到位、不够扎实的地方。那就是先对此次废水泄漏的一个根本原因进行一个核查，去探究到底是否是因为我们的设备有一些重大的故障，或者是没有维修好的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设备、是我们的系统有问题的话，那建议发行人立即进行一个更新换代，保证在之后的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天气也好，或者是一些别的因素也好，不会再出现此次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是因为我们的问题的话，那就立刻进行这方面的整改。哇，他吸收能力也很强啊！一听然后就总结了。不错，那咱们就进入下一个事项。啥意思？突发情况。关于第2部分，就是发行人董事离职对上市影响。我们是在昨天晚上收到发行人通知，指他其中1名董事请辞，所以发行人忧虑董事离职会影响他的上市计划，所以向我们进行一个很紧急的咨询。又上了个任务吗？不是他们早早回去睡了吗？出现意外了。没有别的急活会突然来找我们，可以下班了。3个人能坐吗？可以。
喂，喂，啊，啊，这么突然？哦，好吧，我打车回来吧。要回去，任律说要回去。已经没有原则了。哎，各位同学，你们，如果还没走的话，赶快回来；走了的话，也尽快打个车掉头回来啊，有个急事儿。啊，有个急事儿，稍等，咱们回去吧。为什么让我们突然回去？是什么意思呀？有点害怕。那个大家还是去第一会议室。好的，好的。有一个急事儿。还要做新的课题啊！赶快回来，有个急事儿。我感觉要发新的任务，不至于还是任务吧？今天你做了3个任务了。羡慕现场出了一点点意外。还睡吗？这晚上是？那咱们就进入下一个事项，独立董事离职。我们认为发行人应该尽快进行一个对于董事的补选。又要提问了，我就提示一下，独立董事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好像有点不对劲，是不是你有信息遗漏？那这个分儿就……北大大明星来接我们呢，演出哎，好帅！现场肯定超燃。朋友们，宣布一个事情。别宣布课题了吧？我们最后一个课题即将发布。稿子这种东西，必须在12点之前完成。尽最大努力去写出最后一个课题。背水一战，势在必得。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前行着，坚持着，拼搏着。你可以打破极限，用尽全力闯出一片天地。找到自己，成为最想成为的自己。理想的路在发着光，未知翻山越岭也无妨。挫折用来试探你的胆量，奔跑吧，前行吧。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来 offer 信箱留个言，有机会得到专属回应哦。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意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声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